林医生，系统显示你提交了战地派遣申请，你提交错了吧？什么？战地派遣申请？我昨天托魏晨提交的是晋升副主任医师的材料。可能是魏主任提交错了。你3个月前才从战地回来，明年就要结婚，怎么会去战地呢？还好高危任务有24小时冷静期，可以撤回。我联系他。魏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晋升材料变成了战地派遣申请？哦，你说那个，昨天小雪来找我讨论数据，看见我在帮你整理材料，她说战区最缺你这种复合伤专家，就开玩笑帮你提交了申请。林医生，战区最缺你这种专家，我就当小惊喜帮你提交了，你不会怪我吧？惊喜？那是战区，上周刚有2名医护丧生，谁给你的权利动我电脑？我只是想帮林医生发光发热。魏老师，我是不是闯祸了？林星棉，你至于吗？小雪刚从医学院毕业，热血上头，跟你开个玩笑而已。玩笑？你明明知道24小时内不主动撤回，申请将自动进入审核流程。战地派遣一旦通过，至少2年时间。你自己及时撤回不就行了？撤回？如果我没及时查看邮件，这调令就生效了。林清民，你现在怎么这么较真儿？一个玩笑而已。小雪本来也打算今天提醒你，就算你真错过了，最迟明天她也会告诉你。如果你非要上纲上线去举报，那连我一起举报好了。权限是我给他的，别无理取闹了。小雪，跟我去查房。撤回申请只需要点一下按钮，但我突然觉得，这7年我好像都没有看清身边人。林医生，1楼有人找你。林医生，我刚和魏老师通电话，他这周末组织团队去山区义诊，你觉得我参加合适吗？3个月了，自从这个留美高材生加入魏晨的项目组，就一直这样用最无辜的表情做最挑衅的事，你觉得呢？我不知道，魏老师说这次义诊很重要，但我怕你误会，毕竟以前都是你和他搭档。那你别去。你不是来问我意见吗？我的意见就是别去。秦雪，让你在车里等，怎么上来了？我来问林医生的意见，我怕他不高兴。傻不傻？问他做什么？我选助手还需要别人批准？你看看秦雪多在意你的感受，你呢？战地调令那点事儿，至于记到现在？他在意我的感受。这3个月，他当着我的面给你带早餐，写关心辩题，开会抢着坐你旁边，朋友圈发那些暧昧不清的合照，在装给谁看啊？我是你女朋友，他撬墙角撬到我脸上了，一天天老师长老师短，恶不恶心？表面喊我林医生，背地里巴不得我消失，好独占你手里的科研资源是吧？林星棉，你说够了没？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秦雪是我项目组的人，我带她是职责所在，你心思怎么这么龌龊？正常的师生传到你这里就成了龌龊事儿。秦雪大度，不跟你计较，你给她道个歉，这事就算翻篇。你疯了？我给这个心机实习生道歉？不可能！林星棉，别挑战我的底线。底线？林星棉，你就是我的底线。那就分手吧。分就分，别到时候大半夜打电话哭着想复合。别理他，周末义诊你跟我去。林医生，你怎么还没有撤回申请？只有3个小时了。谢谢提醒，我不撤回了。林医生，你不是明年就要和魏医生结婚了吗？现在去战地。这个申请就是魏医生瞒着我提交的，我已经和他分手了。好的，那我就把名单报给院长了。战区有最前沿的战伤处理技术，有全球顶尖的外科医生轮流驻守。2年后回国，凭这段经历可以直接竞聘外科副主任，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星棉，我在医学院的同学聚会看见魏晨和秦雪了。哦，他俩玩游戏都快贴一起了。魏老师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大冒险的话，请拥抱离你最近的异性3秒。魏老师，这不合适吧？林医生会误会的。哼，他正跟我闹脾气呢，不用管他。之前为了配合你的事业规划，我放弃了3次派遣机会。新民，等我们结婚了，你就转去后勤行政吧，我不想你那么辛苦。
现在我好像不用顾虑这么多了。林医生，这是魏主任特意交代的。林医生，明晚魏主任在医学中心办晚宴，请您务必参加。优秀研究员，那是说秦雪吧？实习期还没满就转正，真是破格提拔呀！小声点儿，没看林医生脸色不好吗？没空。可是这个项目你也参与了不少呀。我有安排了，可以带同伴一起来。魏主任特意交代，希望您到场。这可是你们请我去。新棉姐，魏老师把他的结题晚宴跟我的转正宴会一起办了。其实我本想单独办的，但魏老师说怕不够热闹，主桌给你留了位置，你可一定要来看着我转正呀。恭喜。魏老师说，只要你明天肯露面，战地申请的事儿，他可以考虑帮你跟院长说情撤销。那代我谢谢魏主任的一片苦心。新棉姐，你终于来了，恭喜！主桌给您留了位置，快跟我来。别碰我！新棉姐，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主桌那边位置都给你留好了，魏老师特意交代过的。那不是林医生吗？怎么不去跟魏主任坐一起？你没看秦雪的朋友圈？现在魏主任身边带的可都是这位高材生。林医生，快跟我过去吧，今天是我通过试用期的日子，魏老师把结集晚宴和我的一起办了，你要是不在，魏老师该不高兴了。这里安静。林星棉，去主桌。我放任你冷战2周，还没闹够。哪次庆功会你不是和我坐一起？就为了一个已经撤回的调令，至于在这儿给我丢脸吗？老师，您别怪星棉姐，肯定是我刚才说话不周到。你看看秦雪多在意你的感受，赶紧过去，别让大家看笑话。我做主桌，大家就不看你的笑话了？把他的转正和项目结案一起办，真亏你干得出来。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就不要闹得不愉快了。林医生，过来坐吧，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呢。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去便是。老师，正好我和您在商量下月初全球医疗峰会的事儿，我已经转正了，您说要带我多见见世面。林医生也一起去吧，我们3个。下次全球峰会我一定要带你去，到时候你要多和那几位顶尖专家合影，让那些总说你靠我的人看看，这是你自己的实力。你们2个去吧，我最近没时间，忙着准备战区支援。今天我过来就是告诉大家一声，我和魏晨因为秦雪的原因已经分手了。李星面，你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吗？坐下。你们2个去吧，我最近没时间，忙着准备战区支援。今天我过来就是告诉大家一声，我和魏晨因为秦雪的原因已经分手了。李星面，你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吗？坐下。我只是魏老师的学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这样误会？天哪，竟然当众宣布分手！秦雪那些把戏谁看不出来？魏主任这下难看了。魏晨，我说我跟你分手，你爱和哪个学生在一起就在一起。就因为一个申请，你在这发什么疯？你把私事拿到这种场合来说，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前途？有没有考虑过秦雪的名声？你的前途重要，他的名声重要，唯独我去战地派遣不重要。林星棉，你太让我失望了。战地派遣可以撤回，你故意不撤回，就为了把事情闹大。你以为当众闹这一场，我就会求你吗？老师，别说了，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来参加这个宴会的，我走就是了。你是优秀研究员，你走什么？这是我和他的事。大家看明白了吧？各位教授，抱歉打扰大家雅兴，这顿分手饭魏主任请客，我就不陪了。林星棉，你站住！林星棉，你到底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你听不懂人话。就为了战地调令的事，你要和我分手？战地申请的事，我可以找院长撤销。那我该谢谢他了。别用这种语气说话。下个月的峰会，你跟我一起去。我早就答应过你，峰会名额一直给你留着。今天的事，你必须给秦雪道个歉。否则你自己去跟外联部对接，我不会帮你引荐医学大佬。原来你还记得？我当然记得，咱们的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非要因为这点小事毁了我们的关系，张嘴就要分手。我说分手不是跟你商量，是通知你，打给你婚房首付的30万记得还给我。你，秦雪，你在车里坐着，外面风大。魏老师，我在这儿等星棉姐，怕她东西多，我顺便看看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林星棉，下来，最后一次机会。我在收拾去战区的行李，不去。林星棉，你现在耍性子也要有个限度。这次峰会汇聚了全球顶尖专家，这次不来，你别后悔。我不后悔。你这是在求我去吗？行，你有种。上车。他不是跆拳，我们走。你好，是林星棉医生吗？是的。来电提醒您下午进行疫苗接种。眼里的光让人想起从前。星棉，抬起头，看下面。一次失误，在漫漫人生路上算什么呢？这灯火里有无数个像你一样正在努力的人，只要命还在，手术刀就还能拿起来。星棉，你进步的速度都快让我有危机感了。那魏医生可要努力了，别被我超车。魏总，难道你真的不求我撤回申请？非洲那边的口味，先适应适应。魏晨朋友圈都那样了，你还有心情尝新菜？为什么没有？这秦雪绝对故意的。你们虽然没有公开关系，但圈子里谁不知道你们在一起7年？恶心人，真就硬撬墙角。你不做点什么？就是觉得可悲，一个实习生就让我看清了7年的感情。魏晨平时怎么任性我都能哄，但这次他碰了我的底线。去非洲援助的事儿，你真的想清楚了？那边现在的情况比报道的更糟。上周又有2个医疗点被列入冲突方的潜在目标，想清楚了。如果留在这里，我每天都要看到魏晨和秦雪，我不想把未来2年都耗在魏晨手底下。出去看看也好，一定保重。你知道最让我难过的是什么？不是魏晨们的态度，也不是秦雪的手段，而是当这一切发生时，我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我作为伴侣不够支持他的事业？你知道的，在战地手术室里，我从未犹豫过。但这7年，为了让他感到安全，我放弃了3次高危任务派遣，推掉了2个海外研究项目。如果连被派往战地我都能坦然接受，那这世界上应该没什么能让我退缩了。进。院长，哟，魏主任可是稀客呀！我来是想问一下林星棉医生的战地申请，那是我们2个私下闹别扭，他赌气才报的。您看，现在撤回还来得及吗？赌气？是，我们要结婚了。前2天刚看了婚房，他这会儿正在兴头上，跟我使小性子呢。战地那种地方，一去2年也不合适啊。魏晨，林医生可没有赌气。林医生半个月前就开始做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干预了。这是大使馆刚送来的签证，这是他的全套体检报告和疫苗接种记录。林星敏，别挑战我的底线。底线？那就分手吧。你们2个去吧，我最近没时间，忙着准备战区支援。今天我过来就是告诉大家一声，我和魏晨因为秦雪的原因已经分手了。他没跟你开玩笑。魏晨，一个医生如果连疫苗都打完了，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死在那里的准备。什么？林星棉，你是不是疯了？体检做了，疫苗打了，连签证都下来了，你竟然真的要去北非战区？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不准你去，那是战区，子弹不长眼，瘟疫横行，没有我在你身边护着，你去那里怎么办？你连防弹衣怎么穿都忘了。魏晨，你是不是记性不太好？我们就是在战区相识的，在那待了那么多年，没有你，我照样能活得好好的。可那是以前，现在我们要结婚了，
婚房装修图纸都出来了，酒席定金我都交了，你这时候走，我们还结不结婚了？结婚？你是不是得癔症了？那天在晚宴上，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分手了。那只是气话。我以为你只是在闹小性子。我没空陪你闹。既然提到了婚房，正好，买房首付的30万，记得这周内打回我卡上。我会娶你，给你一个最体面的婚礼。留在国内，留在我的项目组，你有最好的实验室，有我为你铺好的光明未来。光明未来？不然呢？没有顶级医院的背书，没有峰会的入场券，你在这行就是个透明人。你知不知道我为了给你铺这条路，跟多少大佬喝酒？你去了非洲能做出什么科研成果？在那里待2年，你的手感废了，学术生涯也就毁了。魏晨，你还没明白吗？一个医生的前途从来不只是那些虚伪的峰会和冰冷的头衔。你说什么？当初在医学院，我们对着希波克拉里誓言宣誓的时候，你心里装的是什么？这7年，你选择了科研，选择了名利场的尔虞我诈。我爱过你，所以我无条件的跟着你，哪怕放弃我最热爱的临床，哪怕配合你那些所谓的资源置换。既然知道我的苦心，你就该留下来，跟我一起站到最高处。但我现在清醒了，我要回手术台，我要去真正需要医生的地方。在北非的红十字帐篷里，没有头衔，没有主任，只有生与死。那里的每一刀下去，都是在跟死神抢人。那是廉价的体力劳动，是浪费天赋。那叫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你嘴里的前途是堆出来的履历，我心里的前途是每一个活下来的病人。魏晨，你完全忘了从前的你，我对你很失望。你，魏晨，你的那些所谓的顶级医疗资源，那些用来交换权力的筹码，全都留给你那位有灵性的小情人吧。他不是最擅长抢别人的东西吗？我都送他，我要去救我的病人了。林青年，离开了我，你一定会后悔的。这战地派遣名额，不就是你和秦雪亲手帮我报的名吗？现在申请生效了，如你们所愿，我要消失了。你应该放鞭炮庆祝才对。幸免，小雪那只是个意外，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滚！林幸免，你负责的区域出现防护漏洞，导致3名队员直接感染，这是失职。对不起，是我的疏忽。道歉有用吗？你马上停职接受审查。这个疫群我是总负责人，所有问题我来承担。魏医生，这是他的直接责任。林医生的防护方案是我最终签字的，要处分就处分我，要调走就把我一起调走。魏晨，做我女朋友吧。魏晨，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喂？什么？你别着急，慢慢说。姐，妈摔倒了，从楼梯上摔下来，股骨颈骨折，需要马上手术。医生说最好用进口的人工关节，这次脑袋也磕到了，需要很多钱。需要多少？医生说先准备20万，后续康复可能还要更多。云舒，你别着急，钱我一会儿就给你打过去，你把医院和科室发给我。救死扶伤，前途。林幸免，你真以为离了我就能当圣人？魏老师，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呀？我看着好心疼，是不是星棉姐又误会您了？其实我也想去跟她解释的，可我怕越抹越黑。他要去北非，随他去，那是他自毁前程。老师，您别难过，我会一直乖乖听您的话，永远站在您这边的。还是你懂事，有些人非要吃点苦头才知道后悔。会喝酒吗？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魏晨，接电话，接电话！魏老师，您要吃点东西吗？胃疼不疼？
这点酒算什么？你不是想认识赵教授吗？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叫上你。真的吗？谢谢魏老师。当然，只要你听话。林星棉那种倔脾气，早晚会求着我回来。今晚咱们不谈那些扫兴的人，喝得够多了，我打车送您回家吧。好。师兄，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我妈急需手术费。师姐，不好意思打扰你，想和你借一点钱，凑了12万，还差8万。星棉，怎么了？婉婉，我想找你借几万块钱。我妈骨折了，现在在医院等着缴费。还差多少？还差8万，账户发我，不急，你回来再还。谢谢，谢谢。别客气，怎么还需要借钱治病呢？你每个月都资助山区医疗站的建设，那也该有点积蓄啊。之前给了魏晨30万做婚房首付，他没还你？他不接我电话，这个渣男。星棉，等拿下1000万级项目，我买这支笔奖励自己。昨晚怎么了？连打4个电话，我没听见。催你还钱。星棉，那是咱们千挑万选的楼盘。还钱。昨天晚上跟秦雪在一块儿，早知道打不通你的电话，我该打给秦雪催账啊。你怎么知道？你不看朋友圈？什么朋友圈？难道秦雪的朋友圈是仅我可见？送你小情人的笔，不便宜吧？什么小情人？你别乱说。秦雪的第1个报告被医院采纳了，我们简单庆祝了一下。简单庆祝，送2万3的钢笔？秦雪第1个独立报告就被核心期刊采纳，这在我们组里是创纪录的。我作为导师，送支笔鼓励他继续深耕科研有什么问题？林星棉，你现在连我鼓励下属都要管了。你去年说这笔是要奖励给你自己的。秦雪有天赋，配得上这份信。林星棉，你现在有什么立场管我鼓励下属的事？我只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战地派遣的事，我还可以。好在我也不用看懂你。林医生，你的创伤后应激部障 PTSD 量表分数有点高，是3年前在北非那件事的影响吗？是。既然如此，这次主动选择去更高危的地区，是某种形式的自我验证吗？不，是自我重建。这里面是新型止血粉，你可能会用到。谢谢，也祝你科研顺利，好好跟着魏主任学习。我有个问题，你开玩笑给我报名的时候是怎么想？我想不到今天吧。星棉姐，谢谢你帮我看清魏晨，你好自为之。你这就要走了？直接去机场。我们谈谈。该谈的都已经谈完了。林星年，别去，我错了，我承认我处理秦雪的事不够妥当，但战地不是赌气的地方，你会死在那里的。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要心软。什么？战地派遣申请？林星棉，你至于吗？跟你开个玩笑而已。您拨讲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太晚了，魏晨。电梯来了。如果你真的去了战地，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我们早就结束了，从你允许别人把我的职业和姓名当作玩笑的那一刻起。你宁愿去战地送死，也不愿留在我身边。林星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我曾经爱过你，胜过爱手术刀下的每一个生命。但现在，我要去救那些真正需要我的人了。林医生，林星棉，林老师，我是方晨，是您过来之后的助手，可算把您盼来了。医疗点现在最缺的就是您这样待过战区的外科手术刀。你好，林星棉，
还需要你多为我介绍这里的环境。林老师，车就在外面，咱们边走边说。林老师，您胆子真大。昨天前面的关卡刚交过火，我们大家都以为您会申请延后入场呢。子弹不等人，伤员更不等。呵呵，给，先垫垫。这地方补给难。那是3号医疗点方向，看来还没到目的地就要开工了。加速！别挡道，送到2号帐篷去，快！林老师，刚才那集市爆炸，一下子送来30多个重伤，原本的医生下不了台。分类减伤做了吗？哪个帐篷最紧急？1号帐篷。方晨，准备消毒，你来做我的医助。是，林老师。林老师，没有吸引器，视野全乱了，仪器报错了。别管仪器，准备缝合线，我要进行盲操缝合。二柱，帮我拉钩，稳住，手不能动。林老师，这是您来的第1顿饭，条件太简陋了。平时有罐头，但罐头今天全分给伤员了。挺好，比我在南苏丹吃的强。方晨，你这么年轻，研究生刚毕业吧？怎么想不开来这儿吃沙子啊？我听人说，想当最好的外科医生，得去离死神最近的地方练练手。所以你就来了？别人骗你的。最好的外科医生在最好的手术室里，不在这种连无菌环境都保证不了的破帐篷里。林医生怎么来这儿了？来这儿转一圈，我回去能升职。怎么，你不信？想升职的人多了去了，来这儿的才几个。看我年轻，您也骗我。其实您来了，我有机会走的，但我舍不得。这儿的人过得苦，但人真的好。林老师，那这儿的饭呢？饭肯定是简陋一点。饭也香。以前在那个到处是数据和会议的实验室里，我连饭是什么味道都快忘了。你宁愿去战地送死，也不愿留在我身边。林兴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我曾经爱过你，胜过爱手术刀下的每一个生命。但现在，我要去救那些真正需要我的人了。两位眼光真好，这套房子的采光是全小区最好的。魏晨，你看这儿，这块空地正好能放下一堆懒人沙发，以后咱们下班了就窝在这儿看落日。这阳台够大，以后可以封起来，给你做一个独立书房。你写论文需要安静。以后这阳台封起来，给你做一个恒温花房。你不是总抱怨实验室太闷吗？在这儿种满你喜欢的绣球。我曾经爱过你，兴民。魏老师，喝口咖啡提提神。关于那个流行病学项目的核心分析，我昨晚熬了个通宵，终于弄出来了。这么快？兴民之前说这组数据至少还要半个月的离心实验。可能是我运气好，我参考了林医生留下的实验笔记，发现了一个更简便的离心模型，绕过了那几个不稳定的变量，结果非常完美。好，做得好。兴民就是太死板，总是在那几个千分位的数据上死磕。看来带你这段时间没白费，你的灵性比他强。去准备一下，这周院里的专家例会你来汇报。谢谢魏老师，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林兴民，你清高，你守着那些死数据死磕，可惜魏晨要的是结果，是论文，是晋升的筹码。只要我把数据改得漂亮，有魏主任亲自背书，谁会去查那几个离心管理的泪液？在这一行，出成果的就是天才。林兴民，你在非洲救你的穷人，我靠魏晨拿我的前程，咱们各取所需。通过对离心模型的优化，我们成功绕过了传统的变量陷阱。如各位所见，这组关键流行病学数据的结果，完美契合了我们的预测。魏主任，你带出的这个新人确实有潜力。林医生走后，我还担心项目会搁浅，没想到这么短时间，秦雪就攻克了核心难题。小雪确实有灵性，为了这组离心曲线，我看她这几天眼睛都熬红了。这股子拼劲儿确实少见，有努力就有收获嘛。数据怎么感觉和林医生当时的假设南辕北辙？林医生死磕了半年都没跑通的逻辑，秦雪3天就跑通了，可结果却偏偏对得上，这怎么解释？数据采集过程是按照实验室标准流转的，小雪的笔记我看过，逻辑没有问题。谢谢老师的信任，如果没有魏老师的指导，我也没法完成的这么快。好，咱们2院好久没出这么亮眼的科研成果了，真是后生可畏啊！小雪这孩子确实争气，
林星冕以前总纠结于几个离散点的真实性，思维太死板，差点把整个组的进度都拖垮了。尽快准备论文投稿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院长放心，数据模型已经跑通了，后期撰写我会亲自盯着，绝不出差错。小雪，今天院长的评价你也听到了，那组离心曲线不仅救了项目，还救了我的名声。都是魏老师指导的好，要不是您之前提点过那个梯度模型，我哪能这么快通数据啊？我只是提了点，关键还是你自己的悟性和努力。星冕以前总说那组数据是不稳定的噪声，非要推倒重来。你倒是胆大心细，直接把噪声拟合成了核心变量。这篇论文投出去，一作的名字你当之无愧。一作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帮到魏老师。只要能在您身边看着您站上巅峰，我做什么都愿意。魏老师，您知道吗？在医学院的时候，我就一直听您的讲座。那时候我就在想，要是能一辈子跟在这样优秀的男人身后，哪怕只是做个影子，也是幸福的。小雪，你星冕姐追求的是远方的圣光，而我只想守着我的光。小雪，你喝多了，你要再想一想。先吃牛排吧。魏老师，这里的牛排火候刚刚好，尝尝。止血钳，吸引器，血压掉到60了，快！除颤仪，快！战地复合伤临床报告。进。星冕姐，吃了吗？方晨，你这从哪儿弄来的？当然是方大厨自己做的呀。我中午没看见你，就知道你又没吃饭。动筷子吧。你赶紧吃吧，我中午吃过了，陪你少吃一点就行。最近不是有几个异常病例吗？我怀疑是什么变异病毒，记录一下数据，发给后台科研中心那边。科研什么呀？这几个病人瘦成一把骨头，能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比什么药都强。不是拿着手术刀才叫救死扶伤，科研也是，科研反哺临床，更多的病人才有生的希望。我明白了。所以临床上能给越多的数据，科研进展就越快。现在鼓励临床医生做科研，你往后也做一个 physician scientist。姐真看得起我。反之，科研数据不精确，到了临床上就会坑害成千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这救一个人要拼命，如果因为源头数据错了，那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了。好的，星冕姐，以后就由我来负责了。我真不知道魏晨怎么会让你接手这些。魏晨，你最看重的科研声誉，希望你能守得住。姐，没事，你再吃一点。Docteur, où est le docteur? Docteur! Docteur! Docteur, venez vite! Il a été touché par une balle! 慢点，放平。方晨，压力止血。压住了，出血减缓。Est-elle la meilleure doctoresse Lin ici? Hank et Nadia ont été guéris par le docteur Lin. 不是贯穿伤，子弹打断了分支出血。方晨，撤手，换填塞。Hey, doucement! Ne bouge pas, elle est en train de sauver des vies. 这种伤口深度，纱布填嵌必须到底，不然形成内血肿就废了。止住了，方晨，准备局麻，清创取弹。Rencontre le docteur Lin. Le bras d'Aka doit être solvé, non? Docteur Lin, j'ai combattu dans tant de guerres, j'ai rencontré tant de méditins, mais vous êtes la seule femme qui me fait peur. 他说他见过很多医生，因为他还想活。Parce que tu veux encore vivre. 林医生，刚才那一幕很震撼，但我想问点专业的。最近前线出现了几个异常的病例，有传闻说是疑似出现了最新的变异毒株，你怎么看？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了，数据还没完全出来，但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异常都是警报。我们会密切观察，随时准备启动防疫预案。陈记者，结论出来前，请不要随意报道，别引起恐慌。我明白。林医生救死扶伤的照片能发吧？发吧，谁看这些啊？
阿晨，汤好了。上次你在餐厅说喜欢，我特意学的，煲了3个小时呢。你喝吧，辛苦了。林医生在战地如鱼得水，这是好事。他这样的复合伤专家，现在也是发光发热了。哼，战区有什么前途？你看他的白大褂洗得都发了黄，连袖口都起了毛边，还有这个病房，连个像样的输液架都没有，居然用晾衣杆凑合。那边病毒又多，手术过程中但凡防护不到位，就是感染。我看他是得死在那儿了。以前他在我的实验室用的都是世界顶尖的无菌耗材。阿晨，星棉姐那是理想主义，如今她得偿所愿，我们该为她高兴啊。得偿所愿，他的愿明明是我。阿晨，我能陪在你身边，我也得偿所愿了。是啊，我就是想要这样听话懂事的女人，我也得偿所愿了吧。姐，你不回来过年，那怎么过年啊？同事们一起吗？现在这边局势动荡，来去都不方便，正好我明年冬天回国，能好好陪你和妈过个年。这边你也放心，我们人多也热闹呢。嘿嘿，姐，那个方医生也留下过年吗？什么方医生、袁医生，你关心这个干什么？星棉姐，你尝尝，我刚烤出来的。星棉姐，好了，我先挂了。味道不错，哪来的调料？私人定制，老王把家底都掏出来了，说是给咱们这几个逆行者加餐。好吃好吃，你吃没有？吃了，刚才跟家里人通话。云舒那丫头还问起你来着，问你回不回家过年。我才跟家里打了电话，他们都支持我留下，说我既然想追人家，就得一追到底。姐，你不走就要在战场上过年了。我和我女朋友在战场过年了，一起过年。林医生、方医生，附近3个村庄全沦陷了，镇上的医院拒绝收治，说这是天罚，没人敢进去。这不是天罚，是严重的病毒性出血热。我们的抗病毒药物清点分配出来，应当对病人有些效用。可是林医生，药品撑不过3天，补给也还没消息，这里的病人都在等死，你们进去也是送死。等不了补给，我要深入疫源地采集原始样本。如果真是新型变异毒株，我们必须在第1波大流行前把最精准的血象带回实验室。只有确定毒株变异方向，才能向国际组织申请特效药。我谢谢你们了。可能会有点疼，别怕。血样颜色不对，粘稠度太高了。前面小心！别松手，采样没结束，不能前功尽弃。3份血样拿到了，方晨，立刻撤离，送到临时实验室复核。走。星棉，你已经36小时没合眼了，样本采集完了，剩下的交给后台数据中心处理吧。后台那帮人没见过这里的临床反应，他们只会套用旧公式。这里的病毒变异太快，多耽误1秒，外面就会多死1个孩子。星棉，数据差不多就行了，为了1个小数点熬通药不值得。走吧，陪我去参加晚宴。魏晨，医学上没有差不多，医学上没有差不多，值得。林医生在非洲带队深入疫区，太牛了！这可真是拿命拼啊！报道你看了吗？我是真佩服啊！帮我调一下去年所有由秦雪署名的离心实验原始记录。魏主任，这些记录，去年秦助理转正贵档时，他说为了节省空间，把非核心过程页都销毁了。销毁了？谁给他的权利？他说是您默许的。林医生以前留下的记录都在，唯独秦助理这1年的全是复印件。100%，怎么会这么完美？小陈，你在实验室吗？我马上过去。这组对比实验的契合度是100%，连个系统误差都没有。之前为什么不报告？是秦姐提交的最终数据，她说完美符合您的算法预测，让我直接入库。完美？自然界就没有完美的数据。秦雪人呢？秦姐说连轴转太累了，今天调休，好像去逛街买包了。
晨，你找我？秦雪，那一组关键干扰项数据，你怎么在3天之内跑完的？我加了班，用了你教导的新算法。新算法？那个算法之前林星棉推演了半年都没成功，你3天就成了？啊，3天时间很短吗？你知道不知道？哪怕是一个小数点的误差，在手术台上就是一条命。现在你告诉我，你的数据是怎么来的？阿晨，我重新跑，这回我肯定自己跑。这回？以前还有多少数据是你编出来的？说！张医生，有人找您。哟，魏大主任，放着中心医院的主任办公室不做，跑我这小破诊所来微服私访了？星棉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连科研邮箱也注销了。他拉黑你1年多，你才发现啊？是啊，我知道星棉不想联系我，但我现在有很重要的工作上的事要和他核对。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他，请他加一下我的微信？不能。魏医生找我什么事啊？你和星棉现在也是一个院里的同事，你真想联系他，真有工作上的急事，随便找一个同事当中间人不就行了？不会是不能在医院见光的急事吧？不是。不是？那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你直接找你们院长去啊！凭你们的关系，这点小事算什么？我和星棉毕竟不太好让院里的人知道。张婉，看在以前的交情份上，你就帮我一次吧。魏大主任言重了，我可不配跟魏大主任有交情。吃过几顿饭，都是看在星棉的面子上。星棉当时多爱你，大半积蓄眼都不眨就给你打过去。你呢？星棉妈妈骨折做手术，你陪着小情人不接电话，逼着星棉求爷爷告奶奶凑钱，最后差8万块钱，是我给的。骨折？什么时候的事？昨晚怎么了？连打4个电话，我没听见。催你还钱。你那时候在干什么？给小情人送2万块的万宝忙，现在突然找星念，不会也是帮小情人擦屁股吧？你以前常说，数据是有骨气的，容不得半点捷径。你说的对。阿晨，魏晨，做我女朋友吧。你坐好了，我们再说话。你必须跟我说实话，这组核心数据你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我也不是只有我们数据造假。造假你也得会造假，你能骗过去才叫造假，骗不过去就叫学术不断。这种100%的契合率，连3岁小孩都骗不过去。秦雪，你胆子太大了。阿晨，对不起，我只是太想追上你的脚步了。林医生走后，项目组压力那么大，我不想让你在院长面前丢脸。我加了那么多天班，实验还是做不出来，我怕你对我失望。阿晨，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但我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的未来啊。小雪，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连这都分不清吗？这篇论文如果正式发表，一旦被人发现复现失败，阿晨，你可是通讯作者，别想。我该怎么办啊？联系编辑撤稿吧，还好还没有见刊。理由呢？数据核实。你确定之前的数据没有问题？之前的数据都写进了论文里，如果有问题，不是早就被发现了吗？下个月的峰会，你是受邀的助讲人，原定是要讲这一篇论文，改成第1篇吧，那是用林星年的数据做出来的，没人能挑出毛病。是啊，用他的数据最稳妥。
侯教授，您刚才关于细胞因子的做粉术太精彩了。你是魏晨主任组里那个很有灵气的小秦吧？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其实，关于这个课题，我们现在有了更惊人的新发现。哦，说来听听。我们提取到了病毒在特定环境下的变异特征，只是魏老师性格谨慎，非要等万无一失才公开。这倒是新鲜。我个人觉得，这个思路对您的研究非常有帮助。我对这个方向一直很关注。侯教授，能不能加个微信？等魏老师核验完数据，我想第一时间请您给指点指点。没问题。你们这代年轻人有想法。侯教授，魏老师常说您是泰斗，我能不能和偶像合个影？好啊。星棉，特效方案起作用了，我又确认了一回，17个高烧病人的指标全部回落，初步成效显著。继续观察，24小时内不反复才算打赢这场仗。是的，17个病人都已经退烧了。什么？国际公文考察团明天要过来，欢迎。Dr. Lin, your discovery of the variant strain has quantilet trubizombo the trubiviewed it's in textbook-made breakthrough. We functionally invite you to serve as Chauvy's scientist. You may relitrial your status, and you have access to any shiantirshiz at your disposal. Lynn, I'm a tenured professor at Johns Hopkins Hospital. Those people from the organizations are just administrators. Come to us. I'll keep the position of Denshin open for you. First author, bonus, green card. I'll sign whatever you want. We need a practical you in our Jontron Simpson. 两位，这里还有17个重症病人没出观察期。 We've reviewed all those medical records. It was nothing short of a miracle. Lynn, a genius like you shouldn't be buried in the sand. Come with me to Baltimore. I'll build you the most advanced sterile laboratory in the world. We can directly partner with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giants. Your solution can save millions of lives. Thank you both for your kind invitations. I still have 6 months left in my assignment here. I need to finish the work I've started first. The group of nurses I'm training haven't yet mastered the precise treatment of battlefield combined injuries, and that is my top priority. 林医生，这篇稿子发出去，全世界都会知道你的名字。星棉姐，那可是约翰霍普金斯，换成别人，这会儿可能已经激动的在打包行李了。你倒好，居然让人家老教授在招待所吃沙子。沙子吃多了对脑子清醒有好处。约翰霍普金斯当然好，但让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更是医生的使命。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追求的是命，你只想把所有快死的人从鬼门关拉回来。方辰，我是不是很轴？不，这叫纯粹。在这个到处都是数据造假和名利交易的行当里，你这种纯粹，比那些顶级实验室的设备还要稀缺。星棉，半年后派遣期结束，你愿意带我一起走吗？去哪儿？霍普金斯还是公卫组织？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可是你的御用遗助，生死交情换来的，你赖不掉。看清楚，动脉喷射状出血，你没有时间找血管钳。第一步，高位施压。他在手术台上像神，在讲台上像光。Serger jusqu'à disparition du poulet. À vous deux, la démonstration suivante. 星棉，你尽管往前走，去日内瓦也好，去霍普金斯也好，我会永远跟在你身后，做你最锋利的那把斧刀。你们看海报上这张术后照片，那种简陋的帐篷里，林医师竟然完成了高难度的盲操缝合。这手术刀稳的简直像长在血管里一样，这哪里是技术，这简直是艺术啊！这是在跟死神抢人啊！听说林医生的名字已经挂在公寓组织的荣誉墙上了。林医生这波是要进教科书啊，能跟他在同一张排版表上待过，够我吹一辈子了。哈哈，你要是在战区跟死神抢人，上不了教科书，也能上咱们院里公众号。全院都要开会学习林星棉精神。老侯，星棉马上要回国了，
你和他还有联系吗？昨天给林医生发了个祝福短信，我说老魏，你们当初为什么分手啊？当初分手其实是个误会，我怎么听说林星眠当众声明是因为秦雪呢？你现在那个女朋友秦雪之前加过我微信，我看她朋友圈经常发自己的漂亮照片，怎么从来也看不见你点赞啊？朋友圈照片？秦雪这人品不好，马上林医生要回国，你们那么多年的感情，你回来了。你发朋友圈怎么不让我看啊？什么朋友圈？那么漂亮照片是给谁看的？什么照片？我之前加了侯教授微信，在微信上请教他几个问题，这还不行啊？你吃醋啦？你要吃醋的话，我把手机拿来你看，让你检查检查。这是侯长玉告诉我的，我跟老侯是老朋友了，你以为天衣无缝欲拒还从，在侯长月眼里跟开玩笑似的。秦雪，我给你3天时间，带着你的东西搬出去。他要回国了，所以你要甩了我。随你怎么想。我在你眼里是不是也跟开玩笑似的？好，阿晨、魏老师、魏主任，我们好聚好散。剩下的东西我明天会找人来搬。魏晨，你这样的自私鬼，在林兴民眼里也是个笑话。上半年你把论文撤稿，说要数据核验，都快年底了，核验的怎么样了？这个是算法设计出了一点问题，我们正重新跑呢，目前进度也快了。好，科研的事儿你魏主任全权负责，我就不过问了，免得外行指导内行了。院长，您哪里是什么外行？院长，林兴灭医生再欲回国的事儿，是不是要隆重迎接一下？到时候我一定。迎接的事儿院里也讨论过，林医生拒绝了，他已经回国了，你不知道吗？已经回国了？院长，你也知道我们俩的事儿，他这是躲着我呢。都理解，你跟小琴感情这么好，也该把林医生放下了。让小琴知道了不合适。我跟秦雪已经分手了。分手了？我怎么没听说啊？院长，您方便把星棉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吗？这个，可是林医生已经有男友了。什么？你不知道吗？听说是在战区认识的，在一起1、2年了，感情好极了。我没有刻意打听过，我们之前分开有些误会，这次星棉回国，我想和他当面解释一下。哦，是这样，您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而且项目组最初数据工作是他一手做的，我也想向他请教一些数据逻辑。是啊，林医生的数据敏锐度已经在战区这次疫情中充分印证了。林医生这几天在康复中心做心理疏导，长期在极端高压环境下工作，他需要专业干预来适应非战地环境。你如果真有事找他，可以下午去康复中心看。2杯焦糖拿铁，不另加糖，都要热的。星棉，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瘦了。你找我有事吗？还有10分钟出餐。当年的事可能有些误会。我们之间没有误会。你这么多年还是没有长进。当年说是开玩笑，如今又说什么误会？谁跟谁开玩笑，谁又误会谁？我还误会了你。星棉，之前我纵容秦雪，只是想刺激你，让你像以前那样在意我，管着我。你够狠，一声不响的就去战区，一去2年。那个玩笑真的值得你用命去赌气吗？你母亲骨折那天给我打了4个电话，我该回电的。如果那天我陪你站在一起，我们就不是今天这样了。那晚我在天台站到凌晨，我想起之前在战地，你隔着防护玻璃给我写纸条，说林星棉，你敢出事我进去陪你。那时我以为我们是生死之交，是灵魂伴侣。星棉，我看错了你。你纵容秦雪刺激我，刺激我什么？给我造一个竞品，
让我和他争你手里的资源，让我对你言听计从吧。我和秦雪已经分手了，我会把她踢出项目组。魏晨，是秦雪跟我开玩笑，还是你想开玩笑？我明白，你也明白。星棉，我们7年的感情，当年在北非，在阿富汗，在南苏丹， 7年的感情马上就要结婚了，你来了这么一出戏，我……冷不冷？我点了2杯咖啡，你看看好了没有？我愿意在这里跟你聊10分钟，是看在当年战地的那个魏医生的份上，我爱过的那个人的份上。你看看你如今成了个什么样子，魏主任。星棉，人总是会变的，人不可能一辈子青春洋溢20岁。你们团队这2年发布的数据有问题，人变了，数据也会变，变得脱离实际，伤天害命。什么数据有问题？你等我的质询邮件吧。聊完了。星棉，你载誉回国，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自用吧。我们还能做朋友吗？就像刚认识时那样，只是同行。战场上，我不会把后背交给不信任的人。他就是魏晨。跑过来非说我们之间有误会，我看他对自己对我都有天大的误会。你真的要举报他？要不要先给他质询函？这个数据谁来了也是有问题，他根本解释不清楚，除非他能逆转物理定律，多存在1天都是对业界研究方向的误导。魏晨怎么还没来？老少，消气，总得给魏晨一个自辩的机会嘛。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辩。魏晨就是太飘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以为自己天衣无缝。林医生是这个项目的奠基人，他回国才几天，一眼就把这层皮给戳破了。半年前他就借口核验数据撤过稿，之后就石沉大海。我问他，他倒好，拿各种借口搪塞我。我看他是数据编不圆，怕露馅吧。还有你们档案室原始实验记录，说销毁就销毁，魏晨同意就行。这是魏主任的专项项目，您之前吩咐过，凡事以魏主任的意见优先。哦，那还是我的原因了。你们甚至连魏晨的书面授权都拿不出来。秦雪跟你们说一声，就1声就能销毁，他自己做实验，自己销毁，自己出数据。咱们医院的规章制度是该让大家重新学习。院长，邮件你看了吧？有什么要说的？可能是林医生个人跟我有一些私事上的误会。私事？他的质询邮件抄送了整个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按流程要开正式的裁决会议，只要2/3的委员投票通过质询，你魏晨就是板上钉钉的学术不断，你的前途，我们医院的名声一起完蛋。这就是你口中轻飘飘的误会。你不需要解释误会。林医生这12个问题，你能解释几个？你先回去吧。魏晨，你的学术能力，我还有张院长，我们是看在眼里的。院里这些年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一半来自于你。我们不想，也负担不起这么大的学术丑闻。我们很想帮助你，你要跟我们说实话。半年前那次撤稿，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次我确实发现了秦雪的数据有问题，当时论文已经在送审阶段，我察觉模型契合度高的离谱，立刻要求撤稿。我当时质问过秦雪，她向我保证只是那一个节点出了错，其他论文都没问题。院长，您知道的，生物医学实验非常复杂，有些数据复现10次，成功1次也是常有的。只要能成功1次，就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就算他是骗了你，你怎么让学术委员会相信是他骗了你，而不是你纵容他？毕竟你们还有私人关系。撤稿是半年之前，你们分手可还不到1个月吧？你怎么解释？张院，我发誓我被秦雪蒙蔽了。林星棉的12条质询有8条是冲着这篇来的。第一作者秦雪，通讯作者魏晨。我记得当时建刊的时候，院里公众号给你和秦雪宣传了大半个月。我都不敢想正式撤稿是什么情景。你如果要影响压到最小，那你就要拿出来秦雪瞒着你篡改原始记录的证据。我有。喂，秦雪，你在哪儿？你应该收到了邮件，我要马上见到你。你准备和我说什么？电话里不方便说。怎么，怕我录音啊？当然是你数据造假的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胆子是不小，可魏老师，除了林星棉，你这个通讯作者不是也没看出来吗？你什么意思？
论文上白纸黑字是我们2个人的名字。数据造假的事儿，我是不着急，反正我也不打算在这儿混了，由您魏主任全权处理，我安心的很。你以为你能全身而退？我经手过那么多顶级科研项目，从来没出过问题。现在学术委员会要进行综合评估，如果你还想保住档案，就立刻出来跟我见一面。见面的意思是想说全都是我的错，让我去学术委员会面前帮你把雷顶了，当你的替罪羊。秦雪，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当面跟我说，我们还有转圜的余地。余地留给你自己吧。喂，秦雪。魏晨，林医生的质询报告和你方提交的回应材料，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了，意见比较统一。现在给你最后一次自辩的机会。数据采集和离心实验全是秦雪负责的。我作为项目负责人、通讯作者，确实有疏忽，但我绝对没有指使他造假。我申请提交补充证据。这份林医生遗留下来的原始数据记录笔，第42页到56页被人为替换过，替换者尽力冒充了林医生的字迹。我已经加速进行了笔迹鉴定，仿冒者就是秦雪。这是字迹鉴定书。林医生，请你看一看是否属实。这是我写过的数据记录，中间42到56页不是我写的。秦雪，这是你替换的吗？魏晨，你个缩头乌龟！当初你搂着我说，只要数据漂亮、健康没问题的时候，你可不是这副嘴脸。我也有证据要提交。去年9月，魏晨在办公室亲口告诉我，让我把那组干扰线直接抹掉。星棉太固板，那组数据跑不通就直接拟合，只要结果完美，谁会在意过程？安静，安静！秦雪，你的这些材料可以会后提交给纪委。现在是学术委员会对学术不断举报的裁决会议，大家先离场，等候委员会的最终裁定。星棉，你一定要做的这么绝吗？7年感情，你非要亲手送我去死吗？魏晨，你错了。科研项目之所以能让你获得光明未来，学术不端之所以会毁掉你的职业前途，就是因为科研成果影响着无数人的生命。在这些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面前，你算什么？星棉姐讲的真好，输给你比输给他可强多了。我一直以为你是在假模假样，现在明白了，你是真有本事。我秦雪这辈子没服过谁，但对你，我服了。魏老师，别在那儿拿7年感情恶心人了。秦雪，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没资格，你就有了。出了事推学生顶包，求饶时拿女人垫背。魏晨，你这种男人，连林医生的一个指甲盖都配不上。魏晨、秦雪还有其他人可以进来了，委员会已经有了处理决定。关于魏晨、秦雪学术造假及违规违纪的处理通报，经学术委员会全票表决通过，现作出如下终审处理：一、撤销魏晨职称职务，即日起解除劳动合同，予以开除处分；二、报请卫生部门永久吊销魏晨、秦雪医师职业证照，终生进入医疗行业；三、强制撤回魏晨团队名下5篇涉假核心论文，没收其凭造假数据获得的全部科研经费及人才奖励津贴；四、将2人列入学术诚信黑名单及医疗行业失信人员名单，同步通报全球合作科研机构。魏晨、秦雪丧失医德，伪造数据，情节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尘埃落定了。彻底结束了。走吧，收拾收拾东西，回家过年。老侯，你听我解释，那篇论文绝对没有问题，不是造假。喂，陈会的机顶还有吗？尽信魏晨撤早的透明论文。魏主任，请尽快腾空个人物品，电脑资产即刻封存。您的后台账号已关停。医者德为先，魏晨学术造假，
是我越建院以来最大的耻辱。从今天起，全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医德专项培训。我们要的是救命的医生，不是编造荣誉的骗子。魏晨，你在任职期间涉嫌挪用经费以及其他违纪问题，请跟我们走一趟。妈，我回来了！妈，我姐回来了，还给你带了女婿。妈妈的宝贝大女儿回来了。妈，这是方晨。阿姨好。好，快坐，快坐。来就来了，还带什么东西？阿姨，这都是我和星棉买的米面油，我先给您搬厨房。好，厨房在这儿。林叔，你带小芳去。比上一个好。是，比上一个好。小芳手艺真好，星姐有口福了。谢谢阿姨。听见了吗？听见了。方大厨已经牢牢拴住了我的胃。姐，你年后去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那个战争创伤中心，主要是干什么？是啊，具体工作是什么？就是在世界各个打仗的地方飞来飞去，给当地医护培训战地急救。那些地方确实需要医生。星棉，我还记得你当初报考医学院，说你不怕苦不怕累，就是为了理想，为了救死扶伤，你做到了。林顾问，贝鲁特机场接您的车队已就位，明早8点，第一批护士培训准时开始。收到，告诉他们我带了最新的战地急救手册。